在孟加拉的旅行中，为了拍摄水上市场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偏远的小村落。在这里，我们借住在了我翻译姑姑的家中。虽然不算豪华，但却享受了热情的招待。其中一个女孩的行为让我们很是惊讶。我们萍水相逢，她却对我们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帮着叠被子，帮着收拾房间，吃饭的时候帮我们打蚊子，停电的时候帮我们扇扇子，甚至还帮我太太穿衣服。但就在刚刚，一个村民告诉我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他的家中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大家好，塞尔维亚的一个面积非常大。我们现在就在阿拉斯加的威斯岛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呢就是他所居住的这个村落。你们好，你们好啊。哦，咩咩羊。哦，怎么这是芭蕉叶嘛，都弄到这儿了。这个是他的家是吗？对，这是他的家。这是他的家，刚才我看到他进去了啊。这是他女儿是不是？是他女儿吗？你好，你好。不是他的女儿，他没有。他有孩子吗？没有。哦，就是离婚了，就是离婚了，就一个人。对，我们一会儿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离婚，因为在这个国家离婚还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是吧？这是他弟弟吗？这是他弟弟。哦，他弟弟有点白癜风啊，没事，别害怕啊。他的手，我知道是白癜风嘛。中国也有这种。我们看一眼啊，这是他们的家啊，这是他的家，门口有2张床。你看他就是一如既往的干净。对，这个女生啊，那个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，她帮我们去打扫被褥，然后帮我们洗衣服。完了呢，还给我们端茶，1天3顿饭，端茶端水。我跟这直播，他给我扇扇子。很多人说，哎，这扇子怎么会自己动啊？实际上是他在后边扇。我觉得特别的好啊，特别好。那个，所以今天我又过来他们家看一看啊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？哟，上来又弄水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妈妈是吧？他的妈妈。妈妈今年多大了才60多岁。哦，60多岁。哎，家里有灯吗？对，把电来。哦，就这一个，就一个灯。你看这个是就是那个衣服，因为那个地方有漏雨，那个你看那个地方哦，漏雨。下雨的时候太麻烦了，跟打开的那个房间的差不多一样的，就是有下雨的时候漏雨，他们那个拿一个盆儿，对，拿一个盆儿接着雨。他这房子也漏雨，也是漏雨呀。哦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从这儿都能看到啊。哦，他弄一块布啊。哦，他这也漏雨啊。看那块呢，那块也是看出来那块。这块。我看那块，我看了哦，那块啊。我动。哦，看到了。看吧那个。哦，那上面也漏雨。哦，他们家灯光非常的昏暗。哦，你们看看啊，来给我打个灯。兄弟们，你们看看啊，这是昨天下大雨啊。它的这个地上全都发霉了，这东西啊，它这个是接雨的啊，这个是接雨。你看这报纸还湿着呢，看了吗？这报纸因为昨天下的特别大的雨，你看这。完了，你们看看啊，它这个上面有大孔的小眼睛，因为它这个上面啊，这个布，哎呦，这都发霉了，你看看，这都发霉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兄弟们！蜘蛛网。哎呦，我都卷蜘蛛网里去了，我的天哪！这全是蜘蛛啊！那有个好大的蜘蛛。你看这边有一个窗户没有下雨的时候呢，怎么办？哎呦，真惨！哎呦，上面全是蜘蛛网，哎呦，全是蜘蛛网，就因为下雨，就因为漏雨，所以它太多的这个虫子啊！看到了，全是蜘蛛，他们家不是一星半点的猪。我的天啊，我这进了这个盘丝洞了吗？我这个，你们看看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真没想到啊！你看看，还没看到那个吗？哎呦，外边这瓦全破了！哎呦，这真是破了。做饭在这儿。哎呦，在这儿做饭，真不容易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孩这么乖巧，这么懂事儿，就是她特别的沉稳。我觉得她真的，就是她去帮阿姨的时候，我觉得她特别珍惜这份工作。你说什么？姑姑不是姑姑，她是帮忙还要钱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要钱，我问一下，要钱的，相当于是保姆。是等于我问，那是等于是
姑姑把他雇了，给他钱是吧？给他钱了，一个月给多少？一个月800多大卡，800多大卡，相当于60多人民币。一个月只有60多。对，所以我刚刚跟你说，我昨天给他的小费是他，那我说错了，我昨天给他的小费是1个月工资。我觉得他真的，因为我看他在那个姑姑家工作的时候谨小慎微，而且真的每一步都做得特别好，包括我们吃虾的时候，我们吃的东西他都有观察到。我觉得就原来是因为他家里是这样的，真的。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，因为跟这女孩认识3天了，我一直以为她是阿爽姑姑家的一个成员，因为我们语言不通。我发现她有时候给我们端水，我觉得您太客气了。哎呦，一会儿端那个甜点，一会儿端水，哎，萨瓦拉阿里贡，完了呢，一会儿呢就又帮我们做事情，帮我们洗衣服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昨天还帮我们扇扇子啊，因为都是亲戚，相当于是朋友嘛。我们也没多想，我一看，我说那个不行，就给点小费吧，我们就给了点小费。没想我给了点这个小费，竟然是他1个月的工资，这个真是想不到他这个生活是如此之凄惨。阿爽，我想问他几个问题。你跟我说他离婚了是吗？对。在孟加拉离婚是不是特别不好？对呀，特别不好。离婚的女人呢，有人不想他再结婚了。明白。所以那个对，在农村的。我以前问过了他，因为他说他那个老公他还有一个女朋友，他的女朋友有钱，所以他不想跟他一起住。不要了。对，不要了，就是找的有钱的女人就走了。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这么好，怎么会离婚？原来是因为这样。这个事情在全球我觉得都有啊。他爸爸呢？ আপনার বাবা কত বছর আগে মারা গেছে? 3 বছর。他爸爸3年以前死了。他的父亲原来是在达卡做零工的，那么捡瓶子、拿垃圾，这是他的日常工作。但是呢，他身上会落下了很多病，包括心脏病、包括腰病、痨病，还有脑子的病。然后在达卡就发作了，去看了医生，说他时日无多，给他发回老家了。3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。大家知道，在这样一个家庭，失去男人的劳动力，对一个家庭到底是怎样的打击呢？那他现在等于是跟他妈妈和他弟弟一起生活，因为呢，因为就是他的弟弟已经看过了，他的弟弟很少，还有他的皮肤也有问题。工作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皮肤的也好热呀，我们孟加拉温度好热呀，好热的话那个皮肤越来越脏了，医生说了那个越来越脏，所以那个问题的话，对，所以太痛，很痛，所以他没法去工作了。那他们家现在靠什么收入？এখন আপনাদের ঘরে কি দরকার আছে এটা জিজ্ঞেস করতেছে।就是他怎么他不会说话吗？他会说，বলেন মুখ দিয়ে বলেন যে আপনি কাজ করেন। থালা বাসন就是他是刚才说了，就是他别的房间去洗衣服，洗那个瓶子，然后他们给有点钱。也就是说，他帮好多人去洗衣服，对吗？洗衣服，你看没有？我就说让你去问，他不可能800达卡活下来，他活不下来的。他除了帮你姑姑以外，还帮别人吗？不帮别人。因为就是我姑姑给他1天的吃饭都给他了，还有点饭，他姑姑吃饭了以后有一点饭他带回来。明白了。有的时候有人帮他，给他有点钱，这个生活他就是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，你考虑的还真的特别的周到。你考虑的你是觉得800达卡他生活不了。对，我觉得活不下来。就我都没有想到这个。你想到800达卡，你想这个孟加拉的物价，它是肯定活不下来的，所以。刚才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的吃基本上是是免费的，对，姑姑提供了，然后剩余的给他家里呢拿点，然后他再来点工资，完了他再帮助别人打一点小零工，估计一个月能有个1000多达卡。但他帮别人的机会很少了，因为他一天都在姑姑家。没错。而且这个女孩你知道吗？你从她的眼神里读到了什么？她是真的，她每天都很开朗，她在笑，她的眼神里有光。然后她这么难，她昨天对我那么好，还给我按头，她没有跟我们说。是，兄弟们，我们看看啊，他这个房子，
除了房顶儿，其实外皮啊也已经生锈了。它的这个房子啊，其实就是一铁皮棚子，后边还好，因为常年的漏雨让他们家成盘丝洞了。你看看上面的这个铁瓦，非常的差。他觉得你辛苦了啊，给你哦，谢谢 lemon juice 哦，谢谢。家里本就不富裕，但是你看他还非常的讲究，待客很热情啊。他特别讲究，我真的好喜欢他，怎么办？行，我知道了啊，我一定帮他，放心吧。兄弟们啊，真的全屋就这么一个微弱的灯光，完全微弱的灯光。哎呀！而且你发现了吗？刚才女主人特别细心，看你进来以后，赶紧把风扇打开了，我以为是底儿上的呢。风扇，你过来看一下。我问一下，这屋谁住啊？这屋是谁？阿爽。这个屋谁住啊？他住。这屋连个电扇都没有，他住。我的天，那带电扇的是谁啊？带电扇的是谁住？这点谁住啊？这点谁住？他的弟弟。他弟弟住。他把好的地方给他弟弟的。工作是他养一家人，然后把好的地方让给弟弟。而且你们看，就这么一个小电扇。上面有头上有风扇了，他没有风扇。看到了。我看看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先看看这线怎么走啊？知道我的用意了吧？哎，阿爽，我问你，他多大了？27他多大的时候离婚的？他23岁的时候。23就离婚了啊！现在已经4年了。4年了，是这样啊。这个整体看到他家里最缺什么了？其实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，家里的房子，这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事儿。那个阿爽，他有多长时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？আপনি কতদিন যাবত নতুন কাপড় কেনেন নাই? 2 বছর。2 বছর plus 2年多了，你刚才说了就是2年多了。因为就是有衣服有女人穿了衣服老的话给他了，他穿那个。明白了，二手，就是人家说不要了给他。对，人都不要了那个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这儿有卖这房顶的吗？房顶卖了？有卖的吗？有卖的哈。对。我想把这房子给他修了，然后再给他买点新衣服。一定要让他搬离这个盘丝洞。